嗨，大家好。今天呢是一期聊天的视频啊，因为我在后台也看到有一些朋友问我，出来玩了几个月了，一共花了多少钱？是不是离职出来玩的呀？拍视频有没有达到收支平衡？之前应该也有一些积蓄，为什么还要选择穷游这样的方式？未来还会去哪里？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是先聊一聊这些问题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看一下我出来5个月一共花了多少钱。我是从4月1号开始出来的，到现在呢，一共是5个月，所有的花费是18873块钱。可以看到每个月的明细，4月、5月、6月花费的高一些，是4000多、5000。6月最高是因为6月主要在西藏，然后还去了趟尼泊尔，然后又从西藏到新疆坐大交通，花费的钱也比较多。7月份跟8月份花费低一些呢，是因为我到新疆了，然后主要是住的青旅啊也便宜了一些，吃饭也便宜一些，所以花费就降下来了。可以看一下我的消费的类目，最大头就是交通费用5800多，5个月的啊，然后就是住宿费用是5500多，吃饭的话会少一些4000多，门票费用啊这些就是娱乐玩耍这里面就是2000多。我说一下我这个花费，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太大的参考意义，因为我不是每天都在玩的，我是玩一玩，要歇一歇，在青旅躺一躺，回充一下精力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是每天都在外面玩，花费肯定要比这个高的。这个只是作为我个人的一个旅行花费的一个分享啊，不做任何的参考意义。下面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拍视频这几个月的一个总的收入。其实我在多个平台都有投放视频，但是呢，粉丝量和播放量最好的是在 B 站。可以看到，现在9月3号总的播放量呢是有52.8万，收益呢近30天的收益是1032块钱，近1年的收益呢是1451，也就是说在8月份之前，我的总收入都不到500块钱。还有一部分呢是来自衣食父母给我充的电，可以希望我能多吃几碗面条吧，谢谢各位充电的衣食父母。看一下我的单日收益，我的播放最好的一期就是喀什那一期嘛，在喀什那一期之前呢，每天的收益就是几块钱，5块钱、8块钱，最好的话也就是十几块钱。喀什那一期播放呢，当天是有125块钱的收益，然后现在就是每天逐步递减，现在呢每天是40-50块钱，也都是主要是那一期的视频的收益。喀什那一期现在的播放大概是18万，它的累计的收益呢是460块钱，换算一下1万的播放是多少钱？然后呢，就是冈仁波齐的那一期，现在是有6万的播放，一共的收益也就是189块钱。像这种1万出头的播放，收益也就是20多块钱。然后看一下，我也有在百度的平台上投放，一共的收益也就是47块钱，这还算好一点的。更差的是在字节系的上面，西瓜、抖音还有今日头条3个平台的总收益是10.9毛3，这都是我几毛钱几分钱攒的，攒了几个月才10块钱。但是现在这个数字应该就停留在这里了，因为西瓜的创作收益的规则又变了，西瓜视频现在合并到抖音上面去了。如果你的日收入不到1块钱的话，当日的收益就作废。也就是说，我现在连几分钱几毛钱这样攒的资格都没有了，并且它的新的收益计划就是说，你的粉丝要达到1万以上，或者是之前的累计收入在50块钱以上，才能加入它新的收益计划里面去。也就是说，我现在都没有资格所以呢，这个钱呢应该就停止在这里了，不会再有增加了。现在提也提不出来，100块钱以下是提不出来的。可以看到我出来了5个月，总花费呢是差不多19000，总收入呢是1400，远远没有达到收支平衡啊。对于这种收支情况呢，其实我是有心理准备的，因为现在2024了嘛，所有的自媒体啊都已经卷到不能再卷了，平台的激励呢也都下降了很多。在出来玩之前，我就没有想着说要靠自媒体的这个收入支撑我所有的旅行，因为我也工作几年了嘛，肯定是有一些积蓄的。但是呢，因为这2年工作一直浮浮动动的，也不太稳定，然后积蓄其实花的也差不多了。但是呢，我就也不想再继续在出租屋里面投简历面试，然后把钱给了二房东。我就想改变一下我的这个生活状态，所以呢，我就把深圳的房给退了，然后把行李呢
放到了朋友的家里，自己背着包拉个行李箱就出来旅行了。简单说一下我之前的工作吧。我之前呢是做手机行业的，在深圳的一家大厂里，听着好像还可以吧，但是呢其实是外包。在第一家手机公司呢，其实做了好几年，做了5、6年，然后后来跳槽去了另一家，也是手机厂。后面呢就经历裁员了，然后后面再找工作，因为手机行业这2年的行情不是太好嘛，然后我就再找工作，我就发现我好难找啊。我有评薪啊、降薪啊都没有找到合适的，也有一些面的，我觉得都面的差不多了，1面、2面，我觉得都聊得还蛮顺利的。我甚至都开始看公司附近的房子了，但是呢，后面呢就杳无音信，或者是说人家找到了比我更合适的人员。可能还是因为我个人能力有所欠缺吧，然后学历也不太好，就是普通的一般的一个本科，所以呢，工作呢就一直没有再稳定下来。空了几个月就更难找了，差不多就在 HR 那边已经被判了死刑了吧。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呢，就是我看我以前的那些工作的岗位啊，工作的要求，我就觉得我很不想干这些工作，我看着我就已经开始头疼了。可能啊，会有人说你就是还没有饿死，饿死你就去送外卖，你就去进厂了。其实呢，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去过富士康打暑假工。我当时呢是做的一个，就是给一个手机的小零件贴标签，就每天重复性的贴标签，像机器人一样。然后也不能说话，也不能玩手机。手机其实是放在外面了，手机甚至都不能带进来，戴着那个帽子，防静电的，然后戴着手套，穿着那一身衣服。我感觉吧，就是不能够有自己的思想。你走路出去呢，要排着队走，如果不排队的话，会有主管骂你。所以呢，我当时就觉得，我以后就再也不要进富士康了，我再也不要去流水线了。出来旅行呢，一路上也会遇到有人问我，你出来玩几个月呀，还打不打算回去工作呀？钱花完了要怎么办呀？其实我每一次回答呢，都是故作轻松啊，我说大不了就回去上班呗，大不了再回去当牛马吧。你像我之前找工作，我都没有找到合适的，我出来玩了这几个月，我的空窗期就更久了，我就更难找到合适的了。所以呢，我的那种说法吧，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一种说法。我现在已经在新疆了嘛，我是想沿着祖国的大边境，然后走一圈，从内蒙到东北，然后再从东北那边从东部沿海一路往下，再返回广东。反正嘛，我现在呢就是走一步算一步，这是我很大的一个缺点。大家可以批评也好，什么也好，但是不要向我学习。就是现在有班上是最好的一个状态。我也很羡慕那些有班上的以前的同事们，看着他们一步一步的。越做越好我羡慕他们，他们其实也羡慕我，天天在外面玩，看到这么好看的风景，吃各地不一样的美食，能够心无牵挂在外面到处跑。大家彼此生活状态不一样的时候，都会看到别人快乐的地方，其实背后的一些难堪、一些不顺利、一些辛苦，只有自己才能够感受得到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去给这个视频结个尾，因为我也不想去上什么价值，去歌颂我这种生活是多么的快乐。我现在呢就还是走一步算一步吧，继续有后面的旅行，毕竟还有那么多漂亮风景没看呢，没饿死就行。但是你们要好好工作，努力挣钱，好好生活。拜拜。